迎着霜，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追着浪，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要向往，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当相遇又别离，当相依又远去，我不曾忘记。剪影刀光，划破斑驳的天空，夺下的梦，破碎在风中，长风破浪，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戎装红装飞扬，逆过冰雪难量，忘了有缘一场，唯愿你在身旁，不负春光，就算天边相连，陪你天涯中间，看萤火落双肩，红尘无悔无憾。我帮你摘吧。不用了。一会儿吃些东西再睡吧。不能不吃东西啊。等会儿桃子做甜汤来了，喝2口。太子殿下，太子妃殿下，顾良娣前来拜见2位殿下。叫他回去，说我身子不舒服。是。且慢，差点忘了，这东宫里面还有位顾良娣呢，请他进来吧。是。臣妾拜见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免礼。是。原本一早就该来给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问安，但想着今晨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都要去凤章殿给陛下和皇后娘娘问安，所以直到此刻晚娘才来。明日臣妾一定5更就来，侍候太子妃娘娘梳妆。不必了，五谷我起不来，而且这里人很多，也不用你特意过来侍候。是。臣妾修了一幅鸳鸯图，恭贺太子殿下与太子妃娘娘大婚。修得不错，娘娘谬赞了。自从太子殿下大婚的消息传来，婉娘心里是比谁都高兴。一来是婉娘有幸与娘娘算得上是旧识，知道娘娘是睿智爽利之人，没有半点女儿家的扭捏；二来娘娘成了太子妃，太子殿下心里高兴，婉娘自然也心中欢喜，觉得有了主心骨。顾良娣这副鸳鸯绣的确实不错，刚好我这儿还缺一个屏风，那就再帮我绣一个大绣屏吧。不麻烦你吧？娘娘真是太客气了，不麻烦。娘娘看得上是婉娘的福气。那就好，我累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是，臣妾明日再来给娘娘问安。明日不用来了。既然太子妃看上你绣的东西，那你就尽快绣好吧。是。
要不换件衣裳再睡？太子妃定然是故意的，哪有这么早就歇午觉的？明明知道梁帝今日是一定要拜见他和太子殿下的，他就是存心怠慢您，还让您绣屏风。那绣屏那么大，得绣到何年何月去？最可恶的是，太子殿下也站在他那边。住嘴！太子殿下也是你可以抱怨的。太子妃乃崔大将军独女，性情骄纵，五更都不肯起来。也不知道她从前行军打仗是几更睡几更起，这明显就是一番托辞。她就是不想看到我罢了。既然她不想看到我，说明她很在意我。既然她在意我，那我更要多多出现在她面前，让她时时刻刻记得，这东宫里头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位太子梁帝。殿下，下去吧。汤到了，桃子刚送来的，喝2口吧。十七郎，崔大将军每天都在这里。崔大将军，你们是在叫我吗？你们谁呀？你们看，这地方地形不错，要是敌人来抢滩的话，该怎么办？敌军几何，我军几何？若是敌我相当，自然是在那儿用上弓箭；若是敌军数倍于我，便布上旌旗，左右侧翼用箭；若是我军数倍于敌，便中流击之。说得不错，咱们崔家军有你这样的后生，也算是难能可贵。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将来升你当队长，好好立功，前途无量。大将军，我叫李尼。这名字听着耳熟，但是想不起来。你的样子，我好像也在哪儿见过，可是记不得了。小姐，
我每天都给大将军施针用药。大将军虽然清醒了一些，可还是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阿爹这是心病，只怕是施针用药都治不了根本。咱们还得再想想其他的法子。我回去以后再多查阅一些医书，看看还有没有未用过的医治之法。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大理寺那边传来消息，柳成风因为伤势过重，又感染了伤寒，一直高热不退，昨晚死了。死了。你和殿下大婚，陛下下旨要大赦天下，大理寺就以为柳成风也要被赦免，所以就将他从单独的牢房换到了大狱里。谁能想到，大狱里有个犯人得了伤寒，陆陆续续传染给了好几个人，也传染给他了，就这么死了。那尸首呢？因为是伤寒，大理寺也不敢轻易掩埋，就将他的尸首还有其他几个犯人一起一把大火烧成了骨灰，胡乱埋在乱葬岗了。我知道了。梁帝，起这么大一幅草稿，得绣到什么时候去啊？不如选个简单的花样，早早绣完了才是。既然夸我绣得好，那自然不能敷衍了事，就绣一幅百鸟朝凤图。百鸟朝凤图，那得用上百种丝线，只怕要绣上1年半载。小姐，不，梁帝，这也太耗神了。对啊，如此繁复的花样图案，我自然得慢慢绣。太子妃所住的承鸾殿里，是得有这样一幅百鸟朝凤图，寓意吉祥。只是不知道我绣好了，她是否还能安然住在那儿？我也老了，以前哪有这耐性啊？钓什么鱼呀？下水捞几条，岂不痛快？可是后来一琢磨，这钓鱼跟射符非常像。你看，往水里，哎呀，撒上鱼饵，诱之以利，然后还要沉住气，等鱼真的上钩。你看，是不是跟射符很像？大将军，跟我讲一讲崔家军吧。崔家军这说法，文宗年间就有了。那时候街上人老来抢粮食，我太爷爷的大伯就组织崔家的子弟起来反抗。这一来二去啊，就有了崔家军。后来陆续扩张，朝廷也给了粮饷。崔家的子弟总是要上阵杀敌，死得早，所以长辈们总是张罗着早点结亲生子。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却已经娶妻了。我也已经娶妻了。是吗？谁家的姑娘？哪天你带来我瞧瞧。好。可惜呀，我的娘子。有一次，我带兵出城去打仗，城里只剩下老弱妇孺。敌人来袭城，他带着娘子军奋力反抗，没有后退半步，就这样战死殉城了。赶回去的时候，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抱着他冰冷的尸体，悲痛万分。还好。我和他还有一个孩子，不然那一刻真难活下去。大将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我娘子和我结离10多年。跟着我在瀛州戍边，连一天半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和他少年夫妻，没想到没有恩爱到白头，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你说？有再大的功业，又有何用？那是我心里最大的憾事。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报仇，替娘子报仇。后来。我替我娘子报仇了。咱们崔家军在我的手里，也算是更进一步了。所以朝廷赐名咱们崔家军为定胜军。咱们崔家军有一面旗帜，上面绣着“定胜”2个字，那是先帝所赐。我常想，咱们崔家军有现在的成就，那是有我娘子一半的功劳。若是他能看到那面旗帜，哎呀，不知该有多欢喜。可惜他再也看不着了。那面旗帜，若小子有幸，也能看上一眼就好了。你生得晚，没有看到我那次在沁水泉设伏。那天雪下得非常大，我们几万崔家军埋伏在雪地里，悄然无息。那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大的雪，连一个活物都看不到。我想，莫非解说人不走这条路，
要这雪再下的大些，那我这几万人就要葬送在这里了。结果没想到啊，接说人果然还是中计了。那场仗打的痛快，真是痛快。我听说过，自从沁水泉之围，接说人再也不敢踏过聚义山。孙敬大败一罗，我将接说人赶出了聚义山，裴宪让秦军再也不敢靠近劳兰河。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那个高兴啊，都夸我们3个是国朝3杰。陛下召我们进宫赐宴，结果没吃饱。出宫之后，就跑到丰阴楼找补吃食。后来，孙敬和裴宪也先后赶了过来，3个人大醉一场。我好像想起来你是谁了，你过来。你是裴宪的儿子，裴莽。那年你13岁，你牵着马在丰阴楼下等你阿爹。你阿爹醉得上不了马，你还怪我和孙敬，把你阿爹灌醉成那样。大将军，裴莽是我的兄长，我是裴元。哦，好像看着你也是很眼熟。你难道是孙敬的儿子？等等，地上凉，这床被子你也垫着吧。不用了，一共才2床被子，你盖着吧。你怎么来了？臣妾是来侍奉太子妃娘娘的。因今日花好，臣妾亲自去花园里折了一些，供太子妃娘娘插鬓赏玩。太子妃现在还睡着。是，太子妃说五谷她起不来，所以臣妾怕打扰她，就在这儿静静候着。不用了，太子妃向来不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都拿回去吧。殿下，他让你绣屏风，你先把屏风绣好再来。是。
殿下，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好，是不是旧伤又复发了？没什么，昨晚太冷了，没睡好。太冷了？这东宫里的人是怎么服侍殿下的？不知道给殿下换一些厚的被褥吗？哎，行了，不说这些，咱们好好谋划一下。太医不是说，崔大将军的病是痰湿所致，乃至迷了心窍，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吗？但是太医也说了，心病需要心药医。崔大将军这个病，如果没有对症的心药的话，是很难治愈的。太医说，要么击一击，将崔大将军胸口的淤血击出来，8成能好；要么就顺势而为，让崔大将军重新领兵打仗，8成也能好。崔大将军都这个岁数了，而且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形，崔家军已经解散了，怎么领兵打仗啊？那就只能赌一赌，击一击他了。殿下，您这个可是险招啊！太医可说了，如果弄不好的话，崔大将军的病会越来越重的。我之前不是天天陪着他钓鱼吗？得知崔大将军平生最痛之事，便是他夫人的死。唯有用此事以毒攻毒，方可治其赤症。我想，若崔大将军知道自己的病情如此，他也会铤而走险，因为他是个用兵极勇之人。我相信他。明白了。小姐，小姐，东宫这里的花园好大，我看这些花开得特别好，就给你摘了一束。哦，正巧，路上还遇见了太子殿下，他还问我这些花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后面花圃里还有呢。他还问你来了东宫以后吃的习不习惯，要不要再单独给你设个小厨房。你们先下去吧。好看吧？怎么啦？还在跟他生气啊？他刚刚那副样子，倒像是着急想跟我打听些什么呢。不过你放心，我什么都没说，我还吓唬他来着。我说你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哎，不对，你俩现在都睡一个屋里头了，这可是骗不到他的。小姐，我是不是说漏嘴了呀？那你确实是吃不好吗？你这2天都没吃什么东西。桃子，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啊？我总觉得柳成风并没有死。不会吧？你看，这一切都太巧了。他刚从单独的牢房转回大狱，就马上得了伤寒，然后立刻报了病亡。因为是伤寒，尸首也不能放，就马上烧成了灰。不觉得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吗？小姐，那你的意思是？崔家军虽然散了，但咱们之前在京中布置的那些暗桩还在。你让人去查一查，看看柳成风在死之前跟死之后，狱中有没有什么动静，还有接硕那边有什么动静。我总觉得柳成风跟接硕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接硕他们刚刚派人送来的药。公子，接硕那边乌洛传来口信，他对公子的此番行事颇为满意，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公子去办。乌洛真是贪得无厌。公子，要不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早日脱离接硕的节制，
远走高飞吧。阿莹怎么样了？东宫守卫森严，属下无能，实在是无法打断。公子，阿树，不要急。反正也不会死，疼倒是挺疼的。可是如果不疼的话，怎样才能记住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李逆真的该死，我迟早有一天要把阿莹抢回来。因为我也要让李密知道，被抢走心爱的人是怎样痛彻心扉的感觉。啊，殿下，实不相瞒，家中老妻实在是放心不下小女啊。我也说过了，小女又不似嫁与旁人，可以时不时的归省娘家，或是遣人来看。小女是入了东宫，给殿下做良地，这君臣之分，老妻也不好前来探望，所以老臣今日就十分冒昧前来看看小女。顾相客气了，若是夫人牵挂，来探望一二也是人之常情。老臣只是担忧小女不堪侍奉殿下。老臣刚刚也问过了，小女是感激涕零，说在东宫，殿下与太子妃娘娘对她都十分照顾。本来老臣也该放心了，可是偏偏小女的侍女刚刚送老臣出来时悄悄言道，说小女不知什么地方让太子殿下十分不悦。自打入了东宫以来，太子殿下对小女从未稍加辞色，就连去他那留香殿里坐一坐，也未曾有过一次半次的。这朝中事多，顾相也是知道的。啊，老臣明白，我只是担心，怕小女在宫里犯了什么错，或是有什么地方惹怒了殿下。殿下也不用给老臣面子，他若真是犯了什么错的话，就让太子妃好好的教训他便是了。这顾两弟真没犯什么错。那既然如此，就请太子殿下看在老臣的面子上，对小女照拂一样。入了东宫这么久，殿下就连他那留香殿也从未踏足过，那在旁人看来，就认定了殿下对小女十分不喜，有意冷落于她。顾相放心，我理会的。你去告诉桃子，让她跟太子妃说，今晚我不去跟她一起用晚膳了，我要去跟顾两弟一起用晚膳。是。还有，一定要让桃子告诉太子妃，然后再来跟我回话。是。我真就这样把原话说给太子听啊？当然了，我们小姐，哦不，我们太子妃说了，让你一定按照原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太子殿下。那好吧。快去吧。哎，桃子，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你就要这样子赶我走啊？我不是赶你走，不是你说的吗？召集回太子殿下的话。那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算了，你说吧。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呢？傻子，跑那么快。殿下，怎么样？太子妃怎么说？太子妃说她从来没打算跟殿下一起用晚膳，所以殿下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哦，桃子还跟我说，一定要把太子妃的原话告诉殿下。肝疼？什么？你肝疼？那要不要我去叫太医给殿下瞧瞧？不用了，知道你耳朵灵听得清楚。那殿下明明知道我什么都能听清楚吗？对呀。梁帝，太子殿下来了。殿下，免礼，你也坐。下午听说殿下要来用晚膳，这些菜都是我们梁帝亲手做的。不知殿下口味，我就按照以前奶娘教我的，做了一些家常小菜。你们先出去，我有话对梁帝说。是。顾小姐，你对我一直挺好的，且我心里明白你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殿下厌弃婉娘，觉得我不知廉耻。趁殿下不在京中，陛下赐婚，我就入了东宫。可是，其实婉娘也是没有办法。是，我承认我是有一点私心，可那只是因为我仰慕殿下。我知道，我不应该令殿下烦恼。我也知道，殿下只喜欢太子妃。这事跟太子妃没关系，就算没有她，我也不会喜欢你。我救你，是因为哪怕不是你，是别的人，处于那种危险的情形之下，我都会去救的。我不求你回报什么。之后你也做了很多事，替我绣了我阿娘的绣像，替我寻回奶娘，并且照顾她，我都感念于心。婉娘不求殿下感念。当初我回京，你已经入了东宫，成了太子良帝，而且刚寻了短见，所以有些话，我觉得不合时宜跟你说。但我今日来，我就想把话说清楚。我不想耽误你的终身。殿下，我的终身就是殿下呀！殿下，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虽然我是太子，但除了太子妃，我并不打算要其他良帝、宝林什么的。我知道我现在逐你出东宫，等于逼你去死。所以你就在东宫好好住着，我偶尔也会来坐一坐，让你面子上过得去。在这东宫里，也不至于难堪，但我不会和你有任何情分，只能让你担着良帝这个虚名。不过你不必拘着，等你将来有了意中人，告诉我一声，我安排你假作病逝也好，出家为道也罢，找个由头，将你送出东宫。改名换姓，从此以后与意中人成亲。你还这么年轻，应该与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共度一生。可是婉娘只喜欢殿下，婉娘只想跟殿下共度一生。殿下说这些，
就好像拿着刀在婉娘的心上割一样。婉娘实在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让殿下这样厌弃婉娘。你哪里都好，只是我不喜欢你罢了。可是婉娘喜欢殿下呀，婉娘比太子妃更喜欢殿下。太子妃性格刚硬，处处与殿下争执，而婉娘只要得到殿下哪怕一丁点的喜欢，婉娘就会心满意足了，一定不会像太子妃那样对殿下的。而殿下，你对太子妃那么好，可是她是怎么对你的呢？那是我们的事。顾小姐，我想你从头到尾都应该清楚，一厢情愿跟两情相悦，那是天差地别。殿下，殿下都没有给过婉娘机会，你怎么知道以后和婉娘就不会两情相悦呢？我不喜欢拖泥带水，我更不喜欢含糊其辞。顾小姐，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保重。娘爹，太子殿下到底说什么了？好像殿下一点儿也没吃啊。为什么？殿下说，要我好好待在这东宫里，他会常来看我的。如果忘了流年萤火，等回忆碎了沉默，若在你心上的斑驳，那牵扯是我难舍。如果思念不曾遗落，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宿命曾有过的温热，多想为你留着。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从此爱上沿着记忆的轮廓，等待是我的执着。如果还记得为你守的承诺，颠覆了因果，我会为你爱着。心愿
只等着你回